我是 Emma。大家好，我是小妖。我们都喜欢 cosplay。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堂妹。大家好，我是张琴佳佳，我是一个剧场演员，主要是演音乐剧，偶尔也会接一些影视的工作。这几年我觉得台湾最好看的音乐剧《劝世三姐妹》。好的音乐剧它有几个元素，要好的剧本、好的音乐，在这两个上面呢，它还有一个好的寓意在里面的话呢，那会就是更加成。《劝世三姐妹》我觉得3点都做到了，我觉得布置也不错啊。对，所以美术也很不错。今年不会演嘛，所以明年如果说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劝世三姐妹》，然后去 follow 他们的网站。我跟佳佳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大家可能看不出来，但我可是从小弹钢琴、跳舞的人。小时候我还会把它当做我的假想敌。对，差太近了，我们2个年纪差2个月。因为你们俩都很看不出年纪耶，你们居然这么小哦！我以为你们已经70了。以前就很想要念艺术相关的学校，那我爸妈就会说，艺术家在台湾会饿死。那你饿死了吗？我还苟延残喘到现在。那时候就聊一聊，就发现说，其实可以聊一些 cos 圈跟剧场圈的碰撞。所以你在弄的那部戏是什么？完美陌生人不是音乐剧，它本来就有的舞台剧，后来衍生成电影，被很多国家翻拍成很多不同的版本。所以它是讲3对夫妻加上一个单身的男生，带着各自的老婆来到一个人家聚会。对不起，我刚刚以为是什么交换什么，换妻的。那今晚所有人的手机都放在桌上，所有的简讯、所有的讯息，我们都一起看、一起听。哦，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玩这个，讯息超多的，讯息超多的。你曾经这么认识、这么熟识的人，被窥探他的手机之后，哇塞，里面简直是一个藏宝图。其实我很好奇一般情侣是我你要好奇我的手机，是不会看手机吗？如果我来聊一半看手机会生气吗？因为我是不会，我也不会。那你们的手机密码是互相知道的吗？知道啊。我最近有改，就是但不是为了他改，是因为久序。那我还是知道，我们俩的手机其实没有什么秘密，所以任何人看都 OK。而且我会叫小姚帮我看手机，这是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你有看过你男朋友的？我有但我现在单身，我看了他的手机。为什么会看他手机？女人的该死的第6感，就是经过我男朋友的书房，突然有一个念头，觉得想看看。你是知道他密码的吗？我是知道的，他会准你看吗？他不准。我们都是做艺术相关的工作，有一个很漂亮的现代舞者，发展了一小段他的作品。男友他只是说你的侧脸很美，可是他是站在一个很中性的立场说。对他的定义上来说，跟异性之间的距离他是没有逾矩的。对我而言，我觉得有一点接近逾矩。因为他也很常会称赞朋友，他女性朋友超级多，所以他每个都会称赞，或者说什么好爱你啊之类的。对，男生的也会称赞，我也会说好爱你，好喜欢我。对，可是我觉得那是阶段性，就是我那时候，因为我知道根本没有人会看上他，所以后来你们吵架了吗？吵架啦，就是一个导火线。我跟小妖，我自己觉得啦，我们是200%的信任。我对你的私讯也没有太大的兴趣。跟小妖的共同朋友实在太多了，每一个朋友只要是我跟小妖的共同朋友，我就为你开一个群组。看群组跟看我手机是一样，而且小妖的讯息进度还更落后。难道我要看我自己的未读讯息？Why? Tell me why? Look in my eyes. Tell me why? Why, baby, why? 听起来他们是工作伙伴。对，这其实延伸出另外一个大家很喜欢讨论的议题，到底跟自己的另一半适不适合做同事？就很容易吵架啊。好像是。是。我跟小姚真的很常吵架。那如果你们当下正在吵架，但是你们又得要此时此刻得要做爱吗？今天你要安排说做爱了，怎么可以让我吵架不做爱呢？对不对？给我通过。我们这是血淋淋的有一次，有一个作品就是叫 SQ， 那是画2个女生对大家很像，对，我们的摄影师要招金，他一天到晚看我们吵架，然后那天我跟小孩又吵架了，我们连看对方都不看，我们就招金就很厉害，就各自跟我们聊天。对，小妖Emma 的拍照的时候呢，就这样然后就会笑，好恩爱，所以还是可以的，做得出来。然后一拍完了，后来就 po 那个照片，粉丝就有留言说哇，好恩爱，好甜蜜哦。然后我说那我大吵特吵，我那天吵得很凶了。通常你们吵架的 style 冷静的还是火爆的？我觉得是冷静的。我比较火爆，但其实都有啦。假如会有个模式，他会说反正都是我的错，我就烂，然后就该死啊，然后就走他不掉。算另外一种 PUA 啊。对，你有听我
我们为了吵架定了一个公约，24小时和好公约。那你们都是有默契的在遵守这个？没有，我上次失约，跑回娘家了。我的情绪平稳下来非常的快，我会开始说，我不可以就是情绪化用事，自我检讨我错在哪里，他错在哪里。那下次还是一样办啊？没有，我有改。然后反正我不会真的就会忘记。那我跟大家分享我之前的经验。我们2个都是演员，我们在同一个剧组排练。前面不知道讲到什么事情，我们都在气头上。回到排练场，他演我的哥哥，然后本来的正常动作是嗨哥哥你回来了，我们会击掌。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嗨哥哥你回来了，他当下也不能怎么样。对，他就对啊。我们回来了。因为其实你如果只是普通同事，有的时候都会有纷争。对，我觉得更何况是情侣也会有纷争，那2个纷争弄在一起，一定纷争更多啊。我们不太会去区分说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什么时候是生活，其实就是混在一起。就是我蛮喜欢讨论工作的事情，然后所以我会觉得说，哎，这样随时随地都可以聊，然后就在你生活旁边很方便，也很快速，就可以解决问题。你会觉得你跟他的关系不是只是同事，你就很像老妈子一样啊。你说，哎，那个衣服什么什么还没用，我们下礼拜什么什么工作什么。那个已经不是同事情侣，那是住在一起的问题。但我觉得你们2个算是配合的有默契，这样子的密度关系，你们还可以在一起这么久，就说真我拼满今天。哎，回到那个我们最一开始其实想要跟观众分享，会被人家问说，哎，怎么样才可以成为 coser 跟音乐剧演员？你要对音乐是有兴趣的，尤其是对唱歌。音乐剧演员是靠着唱歌来说故事。首先，你的歌唱能力就一定要在一个水平上。如果你想要更有一点机会靠近业界，得到业界的机会的话，你的跳舞能力一定要很强。因为通常剧团会开演员缺的职位，主角是最快被定下来的，因为他们在构思这一个戏的时候，他们就要想到票房，然后演员之间的搭配。但是其他的角色就会开放甄选，其他的角色比较会是群戏的角色。音乐剧里面群戏的角色通常是舞蹈担当。遴选大概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如果是一个原创剧或者是本来就演过的戏，可能会先开出一个指定曲，再来会是一个自选曲，可以展现你魅力的歌。第一关唱歌过关了之后，就会进到第2关舞蹈测试，通常会是编8个8到12个8的舞步，可能10到15分钟内你们要学起来。然后现场吗？现场开始5个5个，或是3个3个一起跳，最后一关才会进到是戏的部分。通常他给你的台词已经会是制作组想象你可能演这个角色会是什么样子，他们好奇。然后有时候也可能是因为想要你演 A 角色，但是也想要看看你跟 B 角色对搭不搭。通常进到试戏的阶段，进入这个剧组的机会非常非常高。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参考。那 coser 呢？我觉得如果一开始就把它当职业，有点难。怎样才可以变成一个 coser， 跟怎样才可以把它当工作，我觉得是2个状况。如果怎样变成一个 coser 的话，我们要超简单。对啊，现在立刻开始。一开始如果你就要往职业方向的话，你的开销很大。比如说你要做衣服，那你假发一定不会做，所以一定是委外。那化妆可能也不会化，可能也委外。对，那成本太高，那根本不用想赚钱。我们可以分享就是我们的收入结构，平均下来大概一个人1个月差不多4、5万块，就没有大家想象的就是很多，因为我们可能是看职业啊，或者是像网红啊这种。因为我跟小姚比较像是渐进式的把 cosplay 当做我们的工作。那时候一开始我们就是各自都有工作，因为开销很大，你摄影棚要钱，商业 coser 的话，或是你要卖照片，那摄影师的费用就一定要给啊。做了一些流量之后，会有额外的一些收入，生活跟你的 cosplay 的收入渐渐 cos 这一块，从副业的一点点额外的收入，到你觉得好像可以 cover 掉你正常生活，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我们是有领2份薪水的感觉，但是超累的，也要去取决一个。可我们2个人的心态也不是觉得说，我就是一定要靠这个一辈子怎样，我们2个也是比较随缘一点。你有被攻击过吗？有剧场有一个粉丝页叫黑特剧场，他主要想要攻击我那时候的朋友，他想要攻击那个演员，因为他觉得那个演员为什么没有太多的努力，他可以获得一些剧团演出的机会，他就说一定都是我的关系，他才有机会。但其实我们是一起去那个剧团甄选，而且那时候我的爸妈甚至都知道这件事，就是他们第一时间不是关心说我好不好，他们是说你有男朋友啊？我那时候都没有说我有男朋友。我确实
实有因为这样子的攻击被影响到身心状况。他在写匿名文章的时候，他可能会说我的工作第几出是演什么，下一出是演什么。我想说太可怕，太近了，身边的人，对，这应该不是距离远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对身边的朋友确实造成了很大的不信任。之前我跟佳佳聊天，我觉得他讲的有一句话我蛮喜欢，他就说，就是这个世界上呢，连佛祖跟耶稣都有人讨厌了，就是别人讨厌你好像是蛮正常的。我想说这个道理，有人不喜欢你，其实也不用太在意，因为很正常，真的，因为我那时候当下不知道我那个应该叫做状况不好了。那一任分开之后，我自己一个人去旅行，第一次，我那时候站在绿岛，然后我就看着断崖外面的夕阳，很魔幻哦，你就看着很漂亮的彩霞，你突然感觉到你的胸口有一个东西是这样转开来的，都会有一个暖流流向我的四肢。在那边做瑜伽吗？我没有，你也超像在瑜伽，对，我就只是站在那边看着那个夕阳而已。现在一定是眼前的这片风景治愈了我，所以后来那个魔幻的风景就长在这里了。你们要刺青？歌剧演员可以刺青哦。就是演出就要贴，所以有一点点麻烦。建议大家以后还是刺在看不到的地方，脚底板之类的。今天就是非常感谢佳佳跟我们一起就是录这个影片，然后最后呢，顺便帮你宣传一下你那个戏《完美陌生人》，5月2号到5月18号，台大对面的那个水源剧场。我们会把资料放在资讯栏，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看。而且今天有一个很可爱的折扣，傻避暑给大家。折扣码的名称叫做佳佳 Elma 的亲戚折扣码，而且这个折扣码真的是目前释出的折数最高的，几折？有到88。欢迎大家来看佳佳的戏。今年如果确实三姐妹有演的话，大家务必超级推荐，超级推荐。好啦，那我们要下集见喽，大家拜拜，拜拜。